骤然引爆的消息。结婚半年后的某一天，整个网络仿佛被一块巨石狠狠砸中。没有预告，没有铺垫，没有任何风声。玉龙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一张照片，杨咪咪微微隆起的小腹。他还附上了一张超声波检查单，没有滤镜，没有修图，也没有华丽的标题，配文只有8个字：6个月，我们有了新身份。短短一句话，却像一颗重磅炸弹，让所有关注他们的人瞬间失语。评论区在几分钟内爆炸，无数人都在惊呼、震惊、怀疑、难以置信。因为在所有人的认知里，这对年轻的夫妻一直处在事业上升期。他们频繁出现在节目、活动、广告中，看起来越来越耀眼，仿佛不可能停下脚步。没有人想到，他们竟然已经悄悄走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。有人刷着照片愣住，有人捧着手机发呆，还有人忍不住激动地留言：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还在拼事业吗？网络像被点燃，舆论像潮水一样涌来。而这一切，只因为一句看似平淡的话。就在那一刻，所有人意识到，这半年，他们忽略了什么，又错过了什么。谁都不知道，这6个月里发生了什么。镜头中的他们依旧光鲜亮丽，他们参加节目，接受采访，出席活动，每一次亮相都带着微笑，落落大方，仿佛生活一帆风顺，没有一点风雨。可真实从来不是舞台。镜头关闭之后，杨咪咪已经开始出现孕吐、乏力、头晕、情绪波动，甚至有时候站着拍摄几分钟就会冷汗直流。她默默忍着，强撑着，把所有难受藏在安静的角落里。而玉龙为了保护她，也为了保护这个尚未成型的生命，开始悄悄减少工作。他推掉了广告，取消了拍摄，拒绝了一个原本能让他爆火的真人秀机会。那些拒绝背后，没有人知道原因。外界甚至开始讽刺他是不是不够努力，没有事业心，配不上现在的舞台。有人冷嘲，有人怀疑，有人用刻薄的语言嘲笑他的选择。但他一句话也没回应。他只是默默承担，把所有质疑都压在心里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杨咪咪身上。那半年，他们一直活在沉默里。可是，这种沉默不是逃避，而是守护。怀孕从来不是什么浪漫童话，它不是柔光滤镜下的温柔微笑，而是呕吐、头晕、腰痛、心慌、不安、恐惧和无数个忍不住落泪的夜晚。杨咪咪原本就是一个独立、坚韧、靠自己打拼的女孩。她习惯面对压力，习惯用努力证明自己。怀孕让她措手不及，但她没有崩溃。怀孕初期，她依旧坚持锻炼，坚持阅读，坚持学习母婴相关知识。她不是为了表现坚强，而是为了让自己保持状态，保持清醒。她知道孩子需要一个稳定的母亲，而不是一个被恐惧击垮的人。最难的时候是深夜的呕吐，那种无法控制的胃部翻涌，让她痛到眼泪落下来。玉龙握着她的手，她却咬紧牙关说：孩子需要我强大。有时候她情绪失控，哭得浑身发抖，甚至崩溃地说：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但哭完，她擦掉眼泪，继续面对生活。她不是童话里的公主，没有魔法，没有纤尘，有的只是血肉，有痛感，有倔强。她是一个真实的女性，真实得让人心疼，也真实的让人敬佩。结婚前的玉龙是典型的事业狂，她的生活只有一个主题：工作。拍摄、排练、通告、会议占据了她所有时间。她从不下厨房，不会做饭，不在乎生活细节，连冰箱里有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怀孕改变了她。为了杨咪咪，她第一次走进厨房。起初，她笨得连米怎么洗都不知道，煮粥煮成糊锅，煮面煮成面团。可她没有放弃。她查资料，问朋友，反复尝试，只为让杨咪咪吃得安心。她拒绝酒局，减少应酬，把更多时间留给她。晚上她睡不安稳，她就陪着；她情绪波动，她就安静守候。她从一个只追求掌声的男人，变成一个愿意学习责任的人。
当杨咪咪躺在产检室里，她焦虑的手心冒汗，脚步都站不稳。她第一次真正明白，责任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行动。她开始成长，不是因为舞台，而是因为生命。当两人减少露面，网络立刻开始揣测。有传闻说两人感情生变，也有人说玉龙遭遇事业低谷，甚至有人讽刺两人不务正业，没有商业头脑。键盘敲得越快，真相就越被埋得深。他们没有回应，也没有澄清。有人说沉默是认输，有人说沉默是默认，可他们却知道，沉默是一种代价，也是一种选择。他们不想孩子还没出生就被卷入流量风暴，也不想让自己的情绪被外界操控，所以他们选择守住自己的生活，不解释，不反击，不争吵，只是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第6个月那一天，所有沉默突然有了答案。玉龙发布了那张超声波照片，一个模糊却清晰的小生命印在黑白屏幕里，五官看不见，但轮廓却有力量。那一刻，无论质疑、嘲讽、猜测，全都停了下来。网友们终于明白，他们不是退出，而是在守护。有人被感动，有人落泪，有人留言。原来真正的大新闻不是绯闻，而是生命。几个小时内，那张照片被转发超过100万次。这不是炒作，这是最朴实的幸福。随着评论炸裂，玉龙做出一个决定，下一场直播公布孩子性别，预约人数瞬间飙升。人们不是为了八卦，而是为了见证喜悦。有人好奇，他们为什么等6个月才公开？玉龙在回应中写道：孩子不是流量，是生命。这句话像一颗钉子，狠狠扎进许多人的心里。在这个追求曝光、追求热度的时代，他们选择用最朴素的方式尊重生命，尊重家庭。这不是退缩，而是一种底气。当父母得知消息时，情绪几乎无法压抑。杨咪咪的母亲曾担心，女儿嫁入舆论中心，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。她怕女儿被伤害，怕她撑不住。她明白，真正的男人不是声音有多大，而是责任有多重。随着肚子越来越大，他开始意识到，人生不是只有舞台和掌声。他放慢脚步，开始倾听身体的信号。他不再追求完美外形，也不再迎合外界眼光。他每天感受胎动，用手轻轻抚摸小腹，仿佛在和孩子对话。他说，我终于明白，我不是为了迎合世界而活，而是为了自己和孩子。这句话不激昂，却有力量。这只是故事的开端，未来还有无数第一次，第一次哭泣，第一次学走路，第一次喊爸爸妈妈，还有第一次争吵，第一次失败，第一次重来。还有无数挑战，无数欢笑，无数让人心酸却又幸福的瞬间。但无论未来多么未知，他们已经做好准备，因为他们相信，一起就是答案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段真实的旅程让你有所触动，有所思考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。你的每一句留言都是一种陪伴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真实故事，也欢迎点一下关注，让我们一起见证更多平凡却伟大的瞬间。你的点赞，你的评论，都是支持，更是力量。谢谢你。